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川行霓虹，我是三川。我是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从广州搬来东京，和我爱人小杨团聚。转眼到现在是4个多月了，也慢慢适应这边生活，还有挺多感受的。然后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来这边生活4个月我感受比较深的10件事。第一个，干净。东京太干净了，这也应该是每一个到日本来旅游的人的第一印象吧。在东京我去到的地方当然也很有限，在我去到过的这些地方当中，无论大街小巷几乎看不到垃圾，关键是我也看不到任何打扫卫生的环卫师傅，就是能保持到这样一个程度，真的很让人佩服。所以我跟小杨出门的时候也会很小心，不会乱扔垃圾。当然在国内我们也是这么做的，东京这边街道上的垃圾桶也非常少，很多次都是我们把新产生的垃圾就是随身携带，然后丢到家里的垃圾桶里。据我了解啊，日本也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干净，也是经过了一代人的努力，慢慢才将这种卫生的观念跟习惯养成。在日本的学校当中会很重视学生的清洁责任感，另外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。乱扔垃圾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甚至自私的行为。此外，在日本文化当中，保持环境的整洁也是对环境的敬意，是精神上的礼仪。第二点，垃圾分类。为了维护环境的干净卫生，垃圾分类就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我们刚搬来的时候也是好一番研究，在社区里专门是领了一个册子，教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。我跟小杨是住在台东区，这边要求还挺严格的，是要在指定的日期去丢指定的垃圾，如果丢错了会被管理人员提醒，还会把垃圾拍照配上提醒文字贴在公寓的告示栏和电梯里。垃圾主要分为可燃垃圾、不可燃垃圾、可回收的资源，还有像电池呢是要单独去丢到一些固定的地方。一些大型的垃圾，比如床啊、沙发、冰箱这种，是要花钱找专门的人员前来回收。可回收的资源包含纸、塑料瓶、金属罐等，其中的纸张、纸壳是需要叠好，用绳子捆扎，然后饮料瓶的瓶盖还有标签是要单独取下来作为可燃垃圾。瓶子本身呢是可回收的资源，到了回收的当日，就要把资源分门别类的放到临时设置的篮筐当中。总之就特别的细致。最近好像又有新的调整，是关于塑料的部分，我还没有仔细研究，改天跟小杨一块儿再好好看一下。一开始是会觉得有点麻烦，不过习惯了就好。为了保持这个好的环境，都应该做到。具体到我们家这些，当然是我的工作了。第3点，安静。在这边很少会觉得吵闹，大多数时候都很安静。马路上有车，但是不多。关键是司机几乎不会去鸣笛。在地铁上没有手机外放，也很少有打电话的，交谈的也不多。就算是有呢，基本上也都能克制音量，就是那种很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打扰到别人的感觉。这种环境对耳朵很友好。第4点，闻不到烟味。如果你不是吸烟人士，并且讨厌烟味的话，那你在东京吸到二手烟的几率几乎为0。一些室内空间会有专门的吸烟室，其他地方就不能吸烟。在马路上边走路边吸烟是违法行为，会遭到2000到5000日元的罚款。室外的公共场所有专门设立一些吸烟区，会有维和的挡板。我和小杨之前在国内经常有在餐馆吃饭被迫吸二手烟的经历。虽说国内很多城市也都是全面禁烟，但是具体到每一家店的执行，那就很难说了。第5条，礼貌与秩序。在商场或者饭馆，服务人员大都非常热情礼貌，
离得还很远，目光跟你有对视到了，都会点头说欢迎。我还经历过几次结账之后，老板冲我们深深的鞠躬致谢，搞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在电梯间，靠门口的人通常会自觉地帮大家按住开门键，等大家都出去以后再最后一个出去。先出去的人也都会说感谢。在公寓的走廊或者电梯间，邻居们互相遇到了，几乎都会礼貌地打招呼。刚来日本的时候，小杨会时不时提醒我这些，也是融入当地生活的方式吧。在公共场所遇到人多的时候，自觉排队是大家最基本的素质。在进出地铁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等里面要出来的人都下车以后才上车，绝对不会因为上下在门口挤成一团。接受善意，也释放善意，维护秩序，与人方便，会让所有的人都受益。这些道理人人都懂，但是人人都做到，那就太不容易了。第六，生活中的设计细节，在这边可以处处感受到设计的一些小巧思，就是如何让使用的人更方便、更好用、更舒服，不一定有多贵重、多高大上，就是通过细节关爱人，以人为本。比如同方向的电梯按钮，一般都会有一高一低，就方便个子矮的或者是坐轮椅的人士。然后公共场合的盲文提示，公共卫生间的盲文平面图，地铁站的储物柜，甚至是共享婴儿车，地铁里面的软座，以及上方设置的行李架，公共区域的各种指示提醒等等等等。我和小杨特别喜欢去逛这个生活家居类的店，也常常被里面一些好玩的设计惊艳到，感叹设计者的细致用心。第七，路网密人少。之所以把这两点放在一起，是因为我感觉它们之间有一定关系。东京的路网很密，房子多数也不大，几栋房子之后就又是一条马路。除了城市主干道，居民区的马路通常是窄窄的，4米宽的居多。从地图上看，密密麻麻的这个路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，保证着人和车的畅通。在东京，除了那些知名的景点和商业区之外，以居民区为主的区域人很少，道路上就看不到几个人，除了上下班的时候有明显的人流之外，我和小杨走在这些小道上，经常就会觉得很奇怪，人也太少了吧。或许是因为路网够密，把人流都稀释了，再或者是大家都喜欢宅在家里。第八，神社与寺庙密集。只要你在东京多走一走，你就会知道这边的神社和寺庙有多密集。据统计，东京市区大约有2900座佛教寺庙，1300座神社。在文京区、台东区、港区、墨田区这些老城区，密度尤其的高。在日本，主要是本土宗教神道和佛教。神道的场所是神社，进行祭神、求平安；佛教的主要场所是寺庙，像葬礼、祖先的祭祀主要是在这里。所以在日本的寺庙里也会有大量的墓地。所以神社跟寺庙，一个掌管生，一个掌管死，这样归纳可能比较好理解。在一些节日里，这些场所人气会很旺，人们会去祈福求平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的神社寺庙作为当地生活的一部分，极少有收门票的，即使是像浅草寺、增上寺这样的热门景点，也都是免费的。我和小杨出门逛街，路过神社和寺庙，也喜欢进去看一看。虽然我们还不信宗教，但是在里面逛一逛会给人内心平静的感觉。第九，救护车的出勤频次很高。在东京住久了会发现，这边的救护车出勤的频次特别高，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，
有些时候一天还会有很多次。除了警笛声，还会有车上的大喇叭广播，提醒人们这是救护车，请让路。我和小杨在之前异地的时候，在视频或者语音通话的时候，就经常会听到背景音里面的警笛声。一开始还很奇怪，是这附近出什么事情了吗？这么多。然后我查了一些资料，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人口密度大，然后与人口的老龄化，所以实际需求也就挺多的。另外，在日本叫救护车是免费的，会有人在不是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也使用了救护车，甚至在日本出现了叫救护车是不是过度的社会讨论。第10，蔬菜和水果好贵啊，这是我来到这边生活之后的痛点之一。太穷了，主要是和国内相比感受太强烈了。以前吃水果大概是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国内某些水果是不便宜的，但是其他大部分是吃得起的。国内的菜市场的蔬菜那就很便宜啦，基本上不太会顾及价格。而在日本，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在换算之后，我感觉大概是国内的5到10倍。当然了，在不同季节价格也会有起伏。最近的天气变暖和了，所以青菜的价格就下降了不少。之前在广州菜市场的一颗生菜大概是在1块钱到2块钱之间。1月份的时候，东京超市里面包装好的一颗生菜折合人民币10元。像西红柿啊、苹果这些都是按个去卖的。那个白菜有些时候是切成1/4的，芹菜是掰下来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。对于习惯了国内按斤来买菜的人来说，还是需要适应的。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，之所以这么贵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农业用地比较少，然后人力成本高，再加上独立包装、出货标准高、分销体系复杂等等，这都是造成了它贵的原因。我跟小杨说，现在的卷心菜最外面的一层我都舍不得丢了，洗干净也可以吃。时间久了也找到一些相对便宜一些的菜店。另外呢，有一种叫业务超市，里面会有切好的一袋袋包装的冷冻蔬菜，像玉米粒儿、茄子、西兰花、菜椒这些相对就很便宜。如果不是爆炒，像我是经常水煮的就很合适，所以慢慢也就习惯了，找到一些方法，改变一些方式，总可以适应。这边值得聊的还有很多很多，这次就先聊这10个，下次有时间再说其他的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留言、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。